132计时。隆冬时节，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驾驶歼16战机正在开展一场实战化空战训练。地处祖国的北疆，这里的气温已经达到-20°C，这样严寒的天气，无论是对人员意志还是装备性能，都是巨大的考验。歼16战机正在空中进行一系列超低空飞行的动作，快速的转弯、爬升，姿态非常灵活。歼16战机载弹量大，火力强悍，可以对空、对地、对海作战。在微光条件下，飞行员需要克服低气象、低温雨雪条件带来的挑战，完成实战对抗。在空中，飞行员驾驶战机接连做出一系列单机高难度动作，滚转、规避、跃升、俯冲，与模拟对手缠斗，吸引对手的注意力，依托有利的进攻位置，果断按下发射按钮，完成模拟拦截攻击任务。歼16飞机的综合能力非常出色，我们不仅仅具备优异的对空能力，同时还具备了能够震慑对手的制地能力。这种综合能力的优势，也决定了在我们未来的作战当中扮演着一个铁拳的角色。零下数十摄氏度的北疆，寒冷的天气挡不住火热的训练热潮。这支空中劲旅驾驶先进战机，在实战实训中不断锤炼心智作战能力。我们在训练中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通过不断的尝试和训练印证，提供更为合理的改进方案，不断的完善我们飞机与武器的性能，升级软件，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，才有可能打赢未来战争。初夏时节，一场多兵种联合对抗演习在西北某空域打响。担负突防突击任务的邱林辉机组接到命令后，驾驶战机加力升空。报告距离，4前10公里。进入演习空域，他们不断调整高度，几乎贴着戈壁滩低空飞行，以高超的飞行技能隐蔽飞越荒漠。8公里。最终在邱林辉的带领下，成功突防，首发命中，一举摧毁地面目标，顺利返航。演习归队不久，邱林辉没顾上喘口气，立马投入到了战备训练工作中。自从大队换装歼16战机以来，他就成了旅里最忙的人之一。我们都是立足于装备怎么去应用的战场，我们怎么去研究战术战法，因为我们是一切都面向作战。新机列装是难得的机遇，新型战机给部队的战斗力升级提供了保障，但不仅要解决装备升级换代的技术难题，更要转变战术战法的思维理念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。为了尽快完成改装，邱林辉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。改装的话，它会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，在初期改装完成之后，会进入到下一步的技能深化，那么就需要对各个平台、各个武器、各个系统进一步深度的去挖掘、研究它的战术使用。我们需要能研究的东西越多越好，能推进的装备就越厉害越好。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，更全能地发挥装备性能，无论是新装备的换装，还是新大纲的试飞，
邱凌辉都站在第一线，向飞行极限冲击。在整个团队里面，让你去试验一个新的东西的话，你肯定还是把这个东西试验出来之后，要向全团队的人去推广，你要教大家怎么用，要负担这样一个职责。只有对圣战充满强烈渴望，才能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正是靠着邱凌辉和战友们这种精益求精、止于至善的态度，心机列装当年即形成战斗力。他撰写的战机相关作战使用方法得到上级高度肯定，并在战区空军推广应用，有力推动了心机作战效能的发挥。有了先进的战斗机，更需要强大的飞行员去掌握它们。邱凌辉除了牵头改装新机，作为旅里的飞行教官，他还要负责带教新员。从单位长远的发展来看的话，打基础、培养骨干是一个就是很长期的一个课题，既要把当前面临的一些任务做好，还要把我们的一些后续的一些骨干能力培养。对改装新机的飞行员来说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装，更是思想上的改装。除了对起落、仪表、航行等基础科目的每一个动作、数据精雕细琢以外，邱凌辉还通过设置一个又一个有难度的实战化科目，加快提升新飞行员的技术，让新员在实战锻炼中快速成长，让部队战斗力加速生成。我们一切的飞行训练都是为了战斗，而不是说为了上去飞一个架势。我们肯定是练习更强大的战斗技能，去想着去打赢这种战争。尹永亮第一次飞行超低空科目时，由于紧张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。经过后舱带飞的邱凌辉耐心指导和鼓励，他顺利完成了这项危险性较高的任务。他在空中教学的时候，对飞行的要求很严格，对这个飞机的操纵也很准，是一个非常脾气好的一个飞行教官。对于每一个飞行员或像我们这种学员来说都是非常受益的。虽然我达不到他现在的这个标准，但是也是会慢慢的向他的要求靠近。针对不同学员，邱凌辉总结了不同的带教方法，不仅要提高他们的技战术水平，更要增强他们的信心。在总体带教过程中，我觉得我是比较随和的。我本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你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，但是呢，我也不会说强行的去批评谁，我会根据他的性格特点而制定这种教学的这种方式。那比较活泼外向一点的，那么你就不能让他太张扬；比较稍微内敛一点的性格呢，那就是适当的时候要给予一定的表扬，让他把他自己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。一次，正在战斗值班的邱凌辉接到上级命令，一架不明飞机进入我防空识别区，他和战友紧急出动，冒雨升空。当时是下的是中雨、中多大雨这个级别。我是任务长监，是当时的任务指挥官。作战任务想不用考虑太多，作战任务命令来了，该起就得起。你不能说房子，你说天气差一点，下个小雨，你起不来了，你这打不了仗了，这个不存在。到达目标空域后，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，他们立即调整飞机状态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我是中国空军，您已接近我领空，立即离开，否则将遭到拦截。This is China Air Force on guard. You are. 查证警告后，邱凌辉和战友果断用战术机动，迫使外国军机调转航向，飞离空域。听党指挥，第一个，任务核心我们是第一位的；第二个，从气势上要压倒他们；第三个，
从战术上要压倒他们；第四个，从技术上要压倒他们。不是说他想挑衅就挑衅，这个在中国飞行员面前是不好使的。以前刚少，我们都能不畏强敌，不惧风险，敢于斗争，勇于胜利。现在刚多了，我们气要更多，鼓要更硬。党和人民把先进的战机交给我们，我们必须发挥出它的最大战斗力，让它成为守护祖国领空安全的尖刀利刃。无论是挖掘新装备潜能，还是创新战术战法，无论是执行战斗任务，还是锤炼空中劲旅，邱凌辉始终冲锋在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最前沿。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，天空就是我的战场。在这片天空下，我的状态只有2种：战斗和准备战斗。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，一场2对1的空战训练即将开始。空战不仅考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，更考验飞行员的心理素质。而这种心理上的博弈，从上飞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请做好准备，今天颗粒无收，一发导弹都打不出来。你们两个小心点儿，今天我好好给你们上一课，让你们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，然后就给我待会儿上去就是干，你们就放开干，安全由教官来掌控。今天要实现你们的战术，打出你们的风采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样同志，5号飞机已准备好，电视中，委员是。2架红机对阵1架蓝机，是这次空战训练的主要内容。两方将在到达海拔4000米的高度时散开。塔台，一组已经准备好开车，可以开车。明白。红方虽然掌握的数量优势，但在云层间找到蓝方并完成击杀却并不容易。2架红机之间需要更默契的战术配合。塔台，一组请求起飞，可以起飞。李超所在的飞机代号是1号，而他的僚机则是2号。全机组，态势设置。2号明白。准备散开。2号明白。在电子竞技比赛中，一般选手的反应力大约在0.4秒左右。即便是第一视角射击类游戏的职业选手，最快也只能达到0.1秒左右。歼16作为双发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，优秀的气动布局赋予其极佳的操控性。在超过音速大机动的飞行中，飞行员需要承受的载荷更大，并且保持更加敏捷的反应力，难度可想而知。1号准备就绪。2号准备就绪。ACMI 空战机动仪表可以将高速飞行的战斗机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荧幕上。此时，蓝方战机已然偷偷接近李超所在的飞机。记录，转进，采用纵向展开队形。收到。本来我给他的希望是让它形成一个双环节地，就是有一个间隔，结果它形成了一个单环，然后呢他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没有及时的去制止他，就是让他去看一下他的错误所带来的一个结果。在空战中，2架飞机对头飞过，
在空中再次形成对头时，两架飞机的轨迹成为一个圆形，这被称作单环战术。这种战术通常用于有准备的袭击，但因为张其明的心急判断失误，导致他陷入了被动。我系统发现敌机5公里、4公里、3公里交会，确认敌机1号机交战。2号机支援。我现在是单环态势。现在是打中的1发是吧？飞机上退出训练。在1号退出战场后，蓝方战机还要继续面对在高空一直伺机待发的2号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我愿意用忠诚去捍卫誓言。人的青春只有一回，我愿意用不悔去书写青春。只要这条路我坚持下去，当我有一天我脱下军装向军旗告别的时候，我就会很自豪地说，我戎马一生，我青春无悔。